所有人都教你要敢于冒险，敢于亮剑，但没人告诉你，真正的富人从不冒他们输不起的险，更不会把宝贵的情绪浪费在无谓的翻脸里。你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人，说话夹枪带棒，当众让你难堪，或者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？这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不是想吵架，想翻脸？我是李嘉诚，在这个江湖里走过了80几个春秋，我看过太多聪明人死在了一个气质上。很多人以为被人欺负了，一定要狠狠地打回去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翻脸了，你就输得干干净净。为什么？因为翻脸是弱者最后的遮羞布。当你发火的那一刻，你所有的底牌、软肋和情绪极限，全都暴露在对方眼里了。对方不仅不会怕你，反而会在心里嘲笑你。看这个人也就这点本事。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。真正厉害的人，看透一个人后从不翻脸，而是会选择冷静的架空。此刻我就跟你讲3个隐藏在人性深处的社交狠逻辑，不需要说一句重话，就能让对方从骨子里对你产生敬畏，再也不敢轻视你。14岁那年，父亲病逝，那个夜晚，我看着父亲的遗容，心里明白，从那一刻起，我身后再也没有退路。后来我在茶楼端茶，在塑料花厂做小工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挨过无数的白眼。很多年前，长江实业还在起步的阶段，我去参加一个商会的晚宴，当时台下坐着不少所谓的业界前辈。轮到我上台分享对房地产趋势的看法时，有个人在台下很大声地说了一句：“一个做塑胶花的后生仔，懂什么叫大格局的生意？”全场都在笑。你知道我当时做了什么吗？我没有任何反应，我甚至没有去看那个人一眼，语气平静，像流水，不像瀑布，但每一句话都有去处。我只是平静地继续讲我的东西，讲现金流的运转，讲地段的价值，讲往后10年的城市规划。讲完之后，我走下台，那个人主动过来跟我碰杯，说：“李生，刚才开玩笑的，别介意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确实是靠塑胶花起步的。”全场又笑了，但这次的笑跟上次完全不一样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我当时翻脸，如果我站起来跟他吵，质问他凭什么侮辱我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全场的人都会觉得我心眼小、脾气大、开不起玩笑。我的形象，我苦心经营的信用，在那一瞬间就毁了。失去一个客户，损失的是钱；失去一个人的信任，损失的是你的未来。我不理他，我继续讲我的东西，我让我的内容、我的格局、我的眼界去回应他，这才是最狠的反击。因为从头到尾，我没有被他拉低到同一个层次。他在地上骂我，我在天上飞，他骂得再大声，底下的人也听不见。钱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，但一个人的品格一旦建立，比任何资产都难被摧毁。零回音效应，深渊之境，这就引出了我要跟你讲的第一个狠逻辑。零回音效应什么意思？就是收回你所有的情绪反馈。你要明白一个底层逻辑，那些故意轻视你、挑衅你、让你难堪的人，其实是在跟你玩一场心理博弈。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想看你愤怒、委屈、解释、辩解。只要你有了情绪，他就赢了。因为他成了这场游戏的庄家，他在控制你的节奏。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？小时候在学校里，那些欺负人的恶霸最喜欢找什么样的人下手？是不是那些一被欺负就哭、就急得跳脚的人？为什么？因为有反应，有反应就有乐趣。相反，那些你怎么惹他，他都没反应的人，你还会一直去惹他吗？不会，因为没意思。成年人的世界里，道理一模一样。那些轻视你的人，本质上就是在测试你的底线。他丢一块石头到你的水塘里，就是想看看能溅起多大的水花。如果你暴跳如雷，水花越大，他就越兴奋。但是如果你毫无反应，就像石头丢进了深渊，连回声都没有，他反而会害怕，因为他看不透你，他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他会开始猜测这个人到底是真的不在乎，还是在憋什么大招。这种看不透就是最高级的心理压制。我教你一个具体的做法，日后再有人当众让你难堪，说一些不中听的话，
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，看着他微笑，然后说一个字“好”，接着你就转过头去做你的事情。他会开始自我怀疑，他会想：你这个笑是什么意思？你是真的没听懂，还是根本不屑于跟他计较？你是心太大，还是城府太深？你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主动权就已经从他手里转移到了你手里，他不再是一个攻击者，而变成了一个猜测者。而你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重话，没有做过任何失态的事情，你保持了你所有的体面和从容，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我在长和系的内部会议上，经常跟高管们讲，情绪是一个人的底牌，你能控制多大的情绪，你就能掌控多大的局面。那些动不动就发火的人，不是性格直率，而是能力不够，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了，只剩下发火这一招。你看那些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家，什么时候见过他们在公共场合失态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需要用发火来证明自己的权威，他们的实力摆在那里，你不服是你的事，我没必要跟你争辩，这就是强者的心态。所以记住，零回应效应的核心不是让你忍气吞声，而是让你把情绪从战场上撤离。你一旦撤离了情绪，对方所有的攻击就都失去了目标。他像一个拳击手对着空气挥拳，挥到最后，累的是他自己，狼狈的也是他自己。机会从不敲门，他只是悄悄站在门口，等你准备好了，他再进来。你的耐心和冷静就是最好的准备。价值撤离，和气段交接下来。我跟你讲第二个狠逻辑，这个比第一个更狠，叫做价值撤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悄无声息地撤回你曾经给予对方的所有特权。很多人之所以敢轻视你，不把你当回事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在潜意识里给了他们随意对待你的权利。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扎心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那种太好说话的人？别人找你帮忙，你从来不好意思拒绝；别人占你便宜，你总是安慰自己说算了，吃亏是福。别人对你态度不好，你还反过来替对方找理由，说他可能此刻心情欠佳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不是在修养好，你是在亲手培养别人对你的轻视。因为人性就是这样的，你有求必应，他就觉得你的帮助不值钱，你从不拒绝；他就觉得你的时间不值钱，你永远不发火；他就觉得你的尊严不值钱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。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，你的温柔必须有点底线。我在创业初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要让任何人觉得你是一个可以随便被对待的人。那个时候我请不起很厉害的人，工厂里的工人都是从各个地方凑起来的。有些人干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开始变得散漫，迟到早退，工作敷衍。我没有骂他们，也没有开会批评他们，我只是做了一件事，我开始把重要的订单和任务交给那些靠谱的人，而那些散漫的人，我就让他们做一些边边角角的事情。慢慢的，他们发现自己在团队里的存在感越来越低，重要的会议没有他们，核心的决策没有他们，连发奖金的时候，他们拿的也是最少的。这时候他们才慌了，主动来找我说：“李生，我也想参与那个大项目。”我说：“可以啊，但是你要证明给我看，你能把现在手头的事情做好。”你看，我没有跟任何人翻脸，没有跟任何人吵架，我只是悄悄地收回了他们曾经拥有的特权。这个就叫价值撤离。做生意就像种树，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，你只管浇水，然后等不了的人永远种不出大树。对于那些腐坏的枝叶，你不需要对着他们发脾气，你只需要停止输送养分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很简单，从此以后，你只需要在心里把那些轻视你的人移出你的核心圈。以前他找你帮忙，你可能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现在你只需要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这阵子有点忙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”以前他占你便宜，你可能忍忍就过去了，现在你按规矩办事，该怎么分怎么分，一分钱都不让。以前他对你态度不好，你还笑脸相迎，现在你只需要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一句话不说，然后转身走开。你不需要跟他解释为什么你的态度变了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你只需要用行动告诉他，你在我这里的特殊待遇
没有了。你知道这个动作的杀伤力在哪里吗？在于他根本没办法指责你，因为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的对他好了，他无话可说，但你确确实实让他感受到了那种被疏远、被降级、被边缘化的滋味，这种内心的煎熬才是最折磨人的。而且你要明白，当你开始价值撤离的时候，你不仅仅是在保护自己，你更是在重新校准这段关系的天平。任何一段健康的关系都应该是价值对等的。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；你尊重我，我尊重你；你轻视我，那我就收回我的好。这个逻辑非常简单，但是很多人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害怕冲突，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害怕都是多余的，因为那些真正值得你交往的人，不会让你一次又一次的产生这些害怕。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，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。人际关系也是如此，你要永远保留一份清醒的底线储备。当你开始这样做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，那些曾经轻视你的人，反而开始对你客气起来了。降维式礼貌，玻璃之城。接下来我跟你讲第三个很逻辑，也是最深的一个，叫做降维式礼貌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那些你已经看透的、讨厌的人，保持一种公式化的客气。很多人看透一个人之后，第一反应就是要跟他老死不相往来，甚至在背后说他的坏话。我告诉你，错了，那是弱者才用的手段。真正的狠人是怎么做的？是像对待一个不太熟的客户一样，对待那个小人，说话得体，礼貌周全，但绝对没有一丁点真心。这种礼貌表面上看起来很客气，实际上是一道冰冷的墙。他在无声地告诉对方一句话：你已经失去了进入我世界的资格。你想想看，什么时候你对一个人最客气？是不是你跟他不熟的时候？你对你的好朋友会那么客气吗？不会。但是对一个你不想深交的人，你会非常礼貌，非常得体，每一句话都无可挑剔，但每一句话都离他108000里。他会觉得你很有修养，但同时他也会觉得你们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，他碰不到你，也看不透你。这种疏离感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惩罚，因为你没有跟他翻脸，没有给他任何把柄，你甚至在所有人面前都保持着对他的礼貌。如果他去跟别人说你坏话，别人都不会相信，因为你对他那么客气，他凭什么说你不好？我常说，永远保留足够的现金，让自己在所有人恐慌抛售时，有能力从容买入，不是贪婪，是纪律。社交也是一样，保留情感的现金流，不对烂人烂事投入一丝一毫的情绪。这不仅是修养，更是纪律。当你站在高处看那些挑衅你的人时，就像看一只蹦跶的蚂蚱。你会去跟一只蚂蚱吵架吗？不会。你会去踩死它吗？也不会。你只会无视它，继续走你的路。当你拥有了这种降维打击的视角，没有人再敢轻视你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我给你3个实操的方法。第一，控制你的语言。对那些你不想深交的人，只用3种句式回应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建议，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。这3句话足够应付90%的场合，他们很礼貌，但没有任何信息量。第二，控制你的身体语言，跟这种人说话的时候，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，眼神交流不要太久，2、3秒就移开，身体微微后倾，不要往前凑，这些都是潜意识里的疏远信号。第三，控制你的时间，跟这种人交流尽量缩短时间，能说1分钟，不说2分钟。你的时间很宝贵，不要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，表面上对我毕恭毕敬，背后却到处散播关于长江实业的谣言。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依然非常礼貌地跟他握手，依然非常客气地跟他寒暄，但是从头到尾我没有跟他说一句超过10个字的话。他说：“李生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在哪里发财？”我说：“到处跑跑。”他说：“李生，听说你们最近拿了块好地，能不能带带我？”我说：“有机会再说。”每一句话都无可挑剔，但每一句话都在拒绝这个人。后来他跟别人说：“
李嘉诚这个人太难搞了，我怎么都靠近不了他。你看，他永远不会说我没礼貌，因为我确实很礼貌，他只会说我难搞，说我高冷。而这些评价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，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人不会因为他说的这些话就远离我。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，我说我只是比别人多准备了一把伞。他们以为我在谦虚，我是认真的。在人际关系里，这把伞就是你的界限感和降维式的客气。在别人够不到的高度喝茶讲到这里，我想你已经明白了。看透一个人是你的智慧，不翻脸是你的修养，让对方不敢轻视你是你的实力。这3个层次缺一不可。只有智慧没有修养，你会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；只有修养没有实力，你会变成一个老好人；只有实力没有智慧，你会变成一个莽夫。你要做的是把这3者结合起来，用智慧看透人心，用修养控制情绪，用实力赢得尊重。我知道你可能会说，李先生，你说的容易，你是有钱人，你当然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我告诉你，你错了，我不是天才，我只是一个从没有停止学习的普通人，学到现在还有很多不懂的事。我创业的时候比任何人都穷，比任何人都没资源。我去推销塑胶花，人家连门都不让我进。那个时候的我比现在的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难，但是我就是靠着这3个逻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。我没有跟任何人翻脸，因为我知道翻脸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只是默默地做我自己的事，默默地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等到有一天我足够强大的时候，那些曾经轻视我的人，要么已经消失了，要么反过来巴结我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你强了，你的身边全是好人；你弱了，你的身边全是坏人。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跟烂人烂事纠缠上。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。人活一世，你不必活在别人的嘴巴里，也不必活在别人的眼色里。别人怎么看你，那是别人的事；你怎么活，那是你的事。如果你总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难过半天，因为别人一个眼神就自我怀疑，那你这辈子就完了。因为你把自己的情绪按钮交到了别人手里，别人随时可以按一下你就爆炸。这种人生太被动了，你要学会把情绪按钮拿回来。你可以选择不回应，你可以选择微笑，你可以选择转身离开。你有无数种选择，唯独不需要选择翻脸。如果你已经受够了别人的轻视，并且准备好做一个内心强大的狠人，我希望你能够把这3个逻辑真正的用到你的生活中去。下一次再有人轻视你的时候，你试试看用零回应效应，不给他任何情绪反馈。你试试看用价值撤离，收回你对他的所有好。你试试看用降维式礼貌，用最客气的态度划最清晰的界限。你去做一次，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翻脸也可以赢，而且赢得更彻底。我是李嘉诚。真正强大的力量从你看透而不说破的那一刻开始。